一个很简陋的房子，有几本书，贵重的跟不贵重的东西都放在一起，变成是你生活中的一个美学。这个房子是2000年盖的，原来是一个毛坯房。家是一个很个人的地方，比较反设计。我希望它是一个很通透，然后很整洁的一个小环境。受到日本的一些茶室的启发了，去除它的部分，变成一个中国人文的空间。我就用比较新旧的东西配在一起，那这些都是新的茶具盖碗，磁州窑系的一个钵，我就拿来当做倒沸水的东西。老地毯，天然矿物的染色的颜料，显得比较古朴一点吧。找到一个旧的灯罩，我用3根竹子随便绑一下，就做得很简陋了。父母是49年到台湾去的，我是1953年出生在台北的，就是所谓的外省第2代，大概27、28岁吧。我父亲晚年得子，很放任我，随便我要干嘛就好了。我女儿刚生出来，社会变迁最大的时候，孤寂感特别重。一天到晚就在台北故宫看东西啊，对我们自己文化的根源上的探索。第一次我记得是在杭州的笕桥机场降落的，当时最梦想的一个路线，从杭州开始，从钱塘江，然后走富春江，然后一路到黄山。最便宜最简单的材料来做这个画室，顶就很简单，就是用宣纸贴了一下，一个工人我就跟他配合的做。我说我要怎么弄，他就帮我想办法。他回乡下就自己弄沙子，找泥土塞好了。好处是环保，它永远不要再粉刷了，越老它越有味道。这边是一把古琴啊，虽然我也不太会弹，代表了你的心情。我平常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写写书法，看看诗词啊。因为我对宋词也很有兴趣，所以我画了一个我自己收藏的一些宋词。宋代的色彩它是一个很高贵的，我从来不调色的，我都是原色直接画。最嗨的还是在家里玩，喝酒也好，喝茶也好，是最自由的。家居我觉得也是像服装一样的，是你常常随着心情、随着季节的时候，会有一些改变。很多的家具呢是经过了好几次的跳换。主要的东西呢是器物，我去了很多窑址，崂山的一种石头，布置了一点小小的场景，唐代的小人物，一些小的动物。汉代喜欢用那种鸠杖，这是一个木头的一个鸟。中国在照相艺术上面，其实它每个时代都有它不同的想法。器物的选择，我并不是说看它的价值，不然不值钱的东西，但是你用在一个地方，你觉得特别贴切。自古文人都有这个想法，买个地经营一个自己的。那我现在慢慢认清楚，我自己是喜欢都会生活的人。每天我骑自行车，然后可以在这个城市里游荡，常常会碰到有意思的人。旅游也是我现在最爱的一个部分。我最近画了很多关于读寻碑图，一种跟古人的交流，这是闲居生活中可以得到的最大乐趣。